估计很多人看印度影片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想，那就是他们怎么突然开始唱歌跳舞了。在印度，舞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以至于他们的传统武术说成武术也不为过。今天就让我们看看印度的传统武术卡拉里帕亚特是如何一边跳舞一边迎战敌人的。说起卡拉里帕亚特，可能有很多人不熟悉，但说起这项武术使用武器，那估计有很多人都听说过，那就是著名的印度邪门冷兵器柔剑。除了柔剑，他们还使用剑、盾、矛还有匕首，但不管使用哪种武器，操练起来都像在跳舞。其实这个舞还真不是很多人想的那样，单纯是为了迷惑对手或者搞怪二跳，因为这个些舞可是名副其实的神之舞。相传卡拉里帕亚特的开创者是印度神话中的三相神毗湿奴的第6化身持斧罗摩，他找了个可能是世界各国神话中最牛逼的舞蹈老师，那就是三相神之一的湿婆。湿婆在印度神话中是4掌毁灭之神，印度哲学中毁灭有再生的含义，所以他也担当创造转化的职能。据说他终年在喜马拉雅山上修行，拥有强大的战斗力，而且多才多艺，是印度舞蹈的始祖，因此又被尊称为舞神。湿婆这个舞一跳起来，既预示着宇宙的灭亡，同时也孕育着重生，可能是出于对神的崇拜，或者是指望自己的武术能有湿婆毁灭之舞千万分之一的威力。总之，卡拉帕里亚特也开始学着湿婆在战斗中跳起舞来。某种意义上，还真是印度人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甚至一些印度舞蹈还将练习这种武术当作一种基本功。其实硬说他们在跳舞也不是很准确。卡拉里帕亚特的一个核心就是身体活动，一耍起来，浑身上下每个部位都在动，上蹿下跳，看起来就像在跳舞一样。卡拉里帕亚特包含了不同的技巧，身体活动、木棒搏击、击剑搏击、空手搏击及卡拉里治疗等。在学习卡拉里帕亚特时，第一个练习会是身体活动，以锻炼习者的身体操控、柔软度、协调性、肌力等，当中包括了一些马步和姿势的组合。作为武术的基本功，它们一般共有8种，都以动物为名，包括鸡形、野猪形、马形、狮形、蛇形、猫形、象形与孔雀形。每一种的风格与传统差别很大，不仅姿势的名称不同，就连应用和解释亦有不同。卡拉里帕亚特的训练是在一个特殊的场所进行的，这个场所就是卡拉里。在卡拉拉有许多卡拉里在训练年轻人，卡拉里就好像中国的武术馆，经验丰富的师傅按学生的资质和悟性因材施教。卡拉里建筑的样式各不相同，但内部结构却有一定之规。训练场所是一间半地下的东西向大厅，长35英尺，宽17.5英尺，高17.5英尺，四面封闭，东面开有小扇门可以出入，而且这些武馆还采用了下沉式设计。训练大厅的地面比外面低4英尺，某种意义上也是非常新潮了。这很可能是因为喀拉拉位于印度南端沿海，气候炎热潮湿，这种半地下式建筑可以起到防止湿热侵入的作用，使修炼者不至于太过不适。大厅里供奉着印度教的许多大神，每天训练开始前要举行宗教仪式。历史上的印度长期王国林立，战乱频繁，在这种环境里造就了种类繁多的武术，但这其中最有价值也是难得流传到现在的，也只有卡拉里帕亚特。现在的卡拉里帕亚特还有世界上战斗力最高的阿婆。在印度喀拉拉邦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位练了26年卡拉里帕亚特的阿婆，如今她已经快80岁了。在这个被外国人觉得不管美丑只要是个女的随时可能被雷普的国度里，她很可能是世界上精通格斗术女性中最年长的一位。其实关于卡拉里帕亚特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那就是有人认为卡拉里帕亚特是亚洲武术之母，包括少林寺功夫其实也是源自这种印度武功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虽然人们常说天下武功出少林，但其实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是，少林功夫的开创者是天竺僧人菩提达摩。
据高僧传记载，达摩是南天竺香治国的王子，他在公元6世纪从印度南部旅行到北部，直到喜马拉雅山，然后一路进入中国，最终来到登封少室山面壁9年，可以认为是卡拉里帕亚特修持的瑜伽功。他所传《易筋经》，其内容必有与卡拉里帕亚特功夫相同处，只不过这些说法还缺乏考证。有很多的学者认为，这2种武术更像是在古代跨国交流中互相影响。当然了，虽然有着古老的传承，但是卡拉里帕亚特武术的传承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卡拉里帕亚特得到印度政府的保护和外国传武爱好者学习发扬前，主要是在印度西南部的喀拉拉邦传承。而且在喀拉拉邦发展的时代，卡拉里帕亚特还根据邦内不同的地理方位分化成北派、南派2大比较被卡拉里帕亚特练习者认可的派别。不过除了派系的分化外，卡拉里帕亚特最大的变化也还是在这一武术的内核变化。在卡拉里帕亚特在民间的发展中，这种武术融入了印度传统医学、阿育吠陀和瑜伽，因此卡拉里帕亚特的动作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和身体柔韧性，习武的同时还兼顾养生，也是一石二鸟了。直到今天，关于卡拉里帕亚特的影响力依然是众说纷纭。你觉得它真的影响了亚洲其他地区的武术吗？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